着推而已，不要抓，不要抓，转一圈，继续绕追。推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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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推到，没有推到，推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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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推到，没有推到。各位台湾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君豪。那为什么现在我在这个地方呢？大家知道这是哪里吗？这是重机驾训班。那为什么我在这呢？因为前阵子呢，我开了很多空头支票给大家，比如说有让阿拓当马啊，或者是种种的。其中一项就是我要骑重机载阿拓。然后前阵子我也因为冲动之下入手了一台重机，但是因为我还没有驾照，所以我还不能骑。然后加上我又必须要把那张支票还给大家，所以呢，我今天就来到驾训班学重机咯。然后希望呢，这一次我是可以成功考到驾照的，因为我真的非常的热爱重机。就是大家不要看我这样，虽然我是个小瘦，但是其实我内心真的是很狂野的，我没有骗大家。所以呢，希望大家可以多给我一些鼓励，让我这次顺利考到照，然后可以在今年年底，或是看这个月12月，阿拓什么时候有空，我就带他去兜兜风。阿拓生日要到啦，对，我就想说啊，我就绑个蝴蝶结啊，然后穿个小蕾丝裙啊去找他啊。但想说这样又太不酷了，所以呢，我还是买了一台重机要载他。我打算载他去，可能溪边泡个温泉呐。大家应该想看泡温泉吧？就大家多多期待咯。希望我这次能顺利考到驾照。拜拜。阿拓，拢是有道理啊。首先呢，摩托车换挡在左手边，左边拉杆是右下杆，左边踏杆是搭档，刹车机构在右手边，右边拉杆是前刹车，那右边踏杆是后刹车。有听过逆操作？哦，有，我在来之前我有看那个 YouTube 的影片。哦，对，它才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练习。各位观众朋友啊，我来啊！哎，我看人家那个 K-pop 团体戴帽子都超帅的，希望我现在也很帅。啊，我准备好了。哎，等一下，资讯量很大。资讯量很大，因为像是熄火开关嘛，这个，因为我自己也是骑挡车，然后有一次我跟我朋友去吃饭，然后我停车场，然后我熄火开关被别人搬了，我不知道，我没有注意到，我在大太阳底下，我发车发了15分钟，我在那边脚踩，我踩到都没力了，然后甚至旁边路人还来帮我推车发车。都没有用，那怎么办？就在那边很可怜，我在那边继续晒太阳啊。最后再过了10分钟，我就打电话给我哥，就跟我哥说：“哎，救我，我这怎么发不动？”然后他就跟我说：“你看一下你熄火开关打开了没？”我一看，我才发现我根本没开，突破盲肠。所以有专业教的还是不一样。我不是我自己学的，我根本不知道这些东西啊。刚刚像踩档，我平常有时候也可能会。慢慢在停红灯之前，我可能会降回3、2档，但我可能在停下来的时候，我还在2档，然后停下来的时候就把它大力踩回1档，但我不知道这样会对车子不好还是怎么样。但今天可以学到新东西，哎，都记很多哎，刚刚。对啊，还有逆操作，对，好难。那个其实我还有一点不太懂，等一下再问老师。好，你加油。好，再麻烦老师。来，车头先往你的左边打到底哦。好，如果你会觉得很远，你的身体要先往前靠，或是往前坐一点，手会是弯曲的。好，来打正。好，光这样打，其实你会发现车就会晃。所以如果脚没有先夹紧油箱，你的脚可能会落地。行驶的过程，如果脚会落地，表示会摔下来，就没有办法好好骑车。这时候你会觉得有点累，其实会想撑起来，或者会往后仰。好，其实但是不能撑起来，或者是往后仰。所以其实我们的腹部是要用力的，核心要出力。车子越重。车子越快，车速越快的时候，核心都得要用更大的力量。动跟维持，脚要掉，拖是没有关系的，拖着。
以导得多快，可以导得多远，不要变成这种。来，恭喜！好，那我们今天可以顺利的起步，也可以换到2档，那也可以知道怎么转弯。车其实可以倒很快，那也可以倒很深，所以脚夹紧才是最重要的，才是有信心的。所以老师他总体而言，今天刚才的事情还行吗？很不错啊。很不错哎。我们练习要时间，所以你不会马上就很厉害。所以我们每一堂课有一个进度，其实你只要有达到今天这个课程的目标跟进度，就是好。慢慢来，慢慢来，不可以逞快。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太恐，一开始真的很害怕，因为我这个人是这辈子连脚踏车我都一定要双手骑，我不敢放手。对啊，你放手。所以我如果我要调设备什么，我一定会先停到路边，再调，我不会在行驶当中我就调，因为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危险。我虽然喜欢冒险，但我不想要冒生命危险。对，我希望骑车就是骑安全，因为我这个人我也不骑快的，所以我就是希望一切安全。所以这些东西我都没试过，然后加上刚刚转弯，因为这台车比较重，然后它们也比较长。虽然我骑的那台车也比较长，但是这台车真的比较重，所以当我在转弯的时候，我就比较难操控，跟它的打档啊那些什么顿挫感，都比我那台要来强的很多。我刚骑了有10圈有吧，我前面5圈我都是真的心脏会跳出来的。但是后面我就一直夹紧，脚要一直夹紧很难呢，很难的。我刚刚就是我真的是比夹阿托还紧我夹阿托都没这么紧，真的。对，因为阿托会抱我啊，这台又不会抱。脚会酸吧？酸，我真是酸到爆。不是重点，他说核心也要，你有核心 OK 吧？我是腰力王子，腰力可以啦。好了，第一关过关。第一关先这样过关，然后老师说现在是休息时间，然后我们可以去喝个水或怎么样的。好，我们等一下见喽。我们待会发动车子要起步前会再多一个动作。起步前我要先往后看左后方跟右后方之后才起步。你就继续抓着单杆往下踩到底档。好，看左后方跟右后方之后就可以起步。离合器要先找到半离合，车就会动了。要维持着，不要急着放开才不会熄火。来出发。好，往左靠，走到右转，往头下。好，左离合器要退档了。来动看看车子推，对，车要会动，对。当然往外靠才转弯。来，离合器放开，看1。好，你要先看到你要切的方向。好，来左手放开。来，不要重来，继续，来看到4、3、2，来右手推，左手放开，左手离开一点。对，推着，来往骑出去要回来，骑出去要想办法回来。对，好，很好，我来绕追了，这一圈就很好。来这一圈而已，左转1圈，右转1圈。来，往前走，我们去绕追，来看脚椎，看着，右手要可以推着，没有推到，推着，没有推到，好，才有办法绕。对，谢谢老师，也学了很多，谢谢老师。这样全身发汗。谢谢大家，我现在大冒汗，因为真的太恐怖了。我第一个关卡嘛是转弯，但是我要往另外一个方向推，然后我右转弯往左边推。这就是所谓的专业。超多，好难哦，超难的。人类逆向思考都很难呢。真的，我真的太恐怖了，而且因为我左眼不好嘛，所以其实我左眼是看不到的。我能看到的视线只有我这个方向，我这边是看不到的，所以这样子我就更难去抓。所
所以我刚刚的是，我又怕压到黑线，又怕那个车子倒掉，我有2个东西要怕。好多要担心的。对，但我觉得再过几天应该就可以克服了，就慢慢习惯。那你有发现自己在紧张的微表情是什么吗？超丑的，希望可以把它剪得好看一点。我嘴巴会张开，我嘴巴会张开。下一堂课我们会更加加油的啦。好，我跟你讲，接下来我们没有办法陪你面对，所以要拿这一台给你。好，我会拿到再。你自己记录。好，我自己记录。对，然后你的练习过程，然后等考试的时候，我们再来为你加油。好，希望那天阿拓也会来，恭喜你流利啊！今天是我第一次跟其他学员一起，我还是很紧张。现在也藏不住我的紧张。哎呦！好，待会啊，我们要再多一关了，直线平衡驾驶。你可以先看下这个关卡，它会比较高。那起点有一条感应线，压过之后上面荧幕会计时。不要刹车，又不要刹车，都不要刹车，照我说的做掉，脚上来。好，离合器再多一点，你要让车子有动力。好，来离合器不要动哦，车子有动力，而且有点快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后刹车就得踩着。好，不要点，踩着慢慢加重或含着就好，含着刹车。对，来右手放开，右手不要错，右手这样，就不会晃，不会晃就可以再慢，来刹车踩中间再慢，好，再加重刹车，刹车。我今天这样应该算有进步。我刚刚定人2、3次都没有压到线，我觉得还不错，在慢慢的进步当中。然后原本想说今天可以尝试多讲一些话，但发现其实还是很难，因为我现在是蛮紧张的。哇，要转型这个真的是蛮困难的，但我觉得开始有越来越好。你看这么多人在上课，我就不太敢讲话，好害羞。要是阿拓在的话，第一趟成绩好像不，但是呢，还是要尽量尝试在时速30。我刚刚太早就降速了，那我这次再晚一点降。我觉得阿拓看到我穿这样应该会害死我。我今天皮肤上有点红红的，因为我昨天有去做脸，请不要见怪。你要赶快停下来，不要这一块都可以停，赶快停下来。起步要完成，离合器放开，起步才完成才加速。如果离合器没有放开，就转油门的动作。好，对，好。我刚刚太早刹车，然后离合器放得不够开，就我的坏习惯，我一直抓离合器。这一次我就要尝试把离合器放开，不然它会空转。空转的话就容易造成引擎的毁损。毁损的话就是要请炸米迪热的老板来做理赔一下。来，做得不错，来，就是要这样，来回帐篷底下去试着练习所有关卡，你只要轮到你就可以走。好，谢谢老师。今天算是我一个重要的日子啦。今天就是我辛辛苦苦练习了这么多天的重机要考照的日子了。那为什么今天只有我一个人呢？因为今天我的宝贝呢，他需要去剪 MV， 所以他没有陪我。我不得不说，我刚刚早上到的时候非常的紧张，我心脏跳的真的是皮好像快被炸掉了，真的是我的胸皮快被炸掉了。但是现在我又觉得还好，因为
老师刚刚还蛮专业的解说，然后也有叫我们不要这么的害怕或紧张，有帮我的紧张的感觉压下来了一点，所以我觉得等一下一定会过啦。但应该没有受伤吧？没有受伤，完全没有。现在很多人担心我会受伤这件事，我的身上的装备我都是穿好好的，绝对不会受伤的，请大家别担心。有看你的装备齐全。帅吧？上次阿拓看到这件衣服的时候，可是不得了的。他也想要是不是？他没有说想要，但他觉得很帅很酷，然后觉得我这样穿很好看。那你有邀他来一起跑吗？你刚还邀我啊，我没有邀他，因为好了，我以前有邀过一次，只是他就觉得开车比较安全，因为开车毕竟是铁包肉嘛，然后骑车是肉包铁，所以对他来说就会没有这么的安全。希望今天驾照考试顺利成功，然后我就可以去载阿拓上下班喽。我拿到驾照喽！娱乐100%的观众朋友们，我终于第一次就考到驾照喽！鼓掌，鼓掌，鼓掌，鼓掌！我刚刚真的是，我不得不说，我在上场前真的是非常紧张，因为在那个小帐篷的下面，你不要以为它是个帮你遮风挡雨的小帐篷，你就觉得有安心感。其实在下面才是压力最大的，因为你会看到前一个人，要是前一个人也一直压线，一直没过，那你的心里的压力负担就会增大。所以刚刚在帐篷下面，我的心脏真的是跳得超快，然后老师也看到我这样的举动了，就是我很紧张，他就还有特别提醒我说，人在紧张的时候会犯什么错，叫我等一下一定要尽量的去避免。我觉得也是因为老师这句话，所以帮了我很多，就是让我刚刚在正式考场的时候不会犯那些错，所以我刚刚一次就顺利过，而且我刚刚完全没有违规，一次压线都没有，超棒的吧？压到任何东西耶，超对吧？很丝滑，很丝滑，很丝滑，很丝滑。我也吓到了，没想到我在这么紧张的时候也可以这么丝滑考过这一切，但就很像我每次在上舞台之前的感觉啦。我以前只要上舞台之前，我也会非常的紧张，然后心跳很快。但是上舞台后我就不会紧张了。刚刚其实也是这种感觉，我一上去就是马上就平稳下来了，就不会那么紧张了。所以我觉得，其实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考。我是希望阿拓也可以来考啦，但他这个人比较惜命啊，然后没办法，只能这样咯，只能我这个小什么？我想要讲什么小男孩吗？还是小宝贝儿？小宝贝儿好了，小宝贝儿来载他喽。但是他还是很秀苗啦。那时候我跟他说我考到驾照后就要去载他，他就说请我练好一点再去载他。所以呢，我又报名了一个加州赛车学校。是假的？对，我要下赛道了。为了他我要去跟来自欧美的教练学，我会下去大鹏湾，屏东大鹏湾去压车，然后我会进修回来以后再去载他，所以大家就等着我去载阿拓上班吧。哦，好硬哦，没有。刚刚真的太紧张了啦，我真的是要